历史常常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埋下伏笔。如果我们穿越回公元1328年的那个深秋，站在淮河平原那片贫瘠皲裂的土地上，绝对无法想象，在一间四壁透风、满是霉味的茅草屋里发出的那声啼哭，最终会如雷霆般震碎统治中国近100年的蒙古铁骑。那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年份。元顺帝的天历元年，对于大都皇宫里的贵族而言，是权力更迭的又一次推杯换盏，但对于亳州钟离的朱武嗣一家来说，生活依然像那条浑浊的淮河水一样沉重、绝望且毫无出路。这个刚出生的男婴，作为家族里的第8个孩子，并没有得到什么祥瑞的兆头，父母只是顺着数字给了他一个卑微如尘土的名字朱重八。在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元朝末年汉族底层农民最真实的生存途径：没有土地，没有尊严，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名。他们像野草一样在帝国的边缘疯长，又像野草一样被随意践踏。朱重八的童年是在给地主刘德家放牛的边影中度过的。那时候的他眼里的世界大概只有牛背那么高，最大的梦想或许仅仅是能吃上一顿饱饭。那种对于饥饿的刻骨铭心的恐惧，将成为他一生性格中最阴暗也最坚硬的底色。然而命运似乎觉得给予他的苦难还不够深重。公元1344年，在历史的漫长卷轴中，这一页是用最浓稠的黑色墨汁涂抹而成的。这一年，老天爷仿佛决意要收回对这片土地所有的仁慈。先是旱魃为虐，淮河断流，紧接着蝗虫蔽日，啃光了最后一粒粮食，最后是瘟疫横行，如幽灵般收割着剩下的生命。史书上那冷冰冰的4个字死者过半，读来轻飘飘不带一丝温度，但砸在17岁的朱重八身上却是天崩地裂。那是一种怎样的人间炼狱？短短半个月，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半个月。父亲、大哥、母亲、侄子相继暴毙，死亡不再是遥远的恐惧，而是破败茅屋里挥之不去的腐臭。17岁的朱重八眼睁睁看着至亲一个个倒下，而比死亡更绝望的是活着的耻辱。家里一贫如洗，别说棺材，连裹尸的草席都没有；别说风水宝地，连一块埋葬亲人的荒土都找不到。他和二哥抬着父亲的尸体，在苍茫天地间呼号求告，却处处碰壁。那一刻，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当他们终于在邻居刘继祖施舍的一块荒地上挖掘墓坑时，苍天似乎也看不下去了。突然间，雷电撕裂长空，暴雨如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塌了土坡，草草掩埋了这群苦命人。这不仅仅是一场葬礼，这是朱重八与旧世界的一场血淋淋的割席。当他在暴雨中跪在泥泞里，那个卑微的少年朱重八，其实已经被那场山洪永远的埋葬了。站起来的是一个在这个残忍世道中只剩下求生本能的孤狼。为了活下去，他敲开了黄觉寺的大门。剃度、受戒，看似遁入空门，实则是为了那一口施舍的斋饭。他在寺里扫地、上香、打钟，忍受老和尚的斥责，试图在暮鼓晨钟里寻找一丝安宁。然而乱世之中，佛祖泥塑自身难保，又何以度人？仅仅50天后，寺庙断粮，住持封门，将这群饿得面黄肌瘦的和尚赶了出去。从公元1344年到1348年，整整3年，一个年轻的游僧手托钵盂，行走在淮西、河南的荒野古道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淮西游史。这3年，
对于后来的洪武大帝来说，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他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原帝国溃烂的伤口。他看到了贪官污吏如何借着赈灾的名义盘剥百姓，看到了白莲教徒如何在暗夜里烧香聚众，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他混迹于流民、乞丐、响马之间，听懂了江湖的黑话，看透了人心的诡域，也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下涌动的即将喷发的岩浆。这3年的流浪，将他身上最后一点农民的淳朴剥离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野兽般的机敏和钢铁般的冷酷。他学会了如何在乱世中观察风向，如何在强者的眼神下隐藏杀机。当他再次回到黄觉寺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上挖出了独眼10人，10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如同野火燎原。红巾军起义爆发了，亳州城很快被郭子兴的义军占领。对于黄觉寺的和尚们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元军镇压叛乱无力，却极其擅长杀良冒功，在这个当口，任何一个光头都可能被当作叛党砍下脑袋。朱元璋，此时他还叫朱重八，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儿时的伙伴汤和寄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入伙起义军。但这封信被人发现了，如果不走就是死路一条，如果去投军也是九死一生。那一夜，黄觉寺的大殿幽暗深邃，朱重八跪在伽蓝神像前，手中握着2块占卜用的教杯。他问神，是留下，是逃走，还是造反？这一幕极具宿命色彩。一个未来的开国皇帝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几块木头片，但或许在他投出教杯的那一刻，内心早已有了答案。那个在荒野中流浪了3年的游僧，那个埋葬了父母的孤儿，其实早就一无所有。既然一无所有，又何惧失去？公元1352年，25岁的朱重八推开了黄觉寺被大火烧焦的山门，向着亳州城的方向走去。他在城门口被当成奸细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推到了红巾军元帅郭子兴的面前。郭子兴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面相奇特，下巴前凸，额头隆起，目光如电，虽身在阶下，却毫无惧色。这种异于常人的相貌和气度，救了他一命，也开启了他的霸业。郭子兴不仅收留了他，还把他调入亲兵队，改名为朱元璋，诛灭元朝的张裕戾气。在亳州的军营里，朱元璋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和政治造诩。他作战勇猛，总是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他不像其他流寇那样贪财好色。分到战利品，他总是分给部下；抓到俘虏，他总是设法保全。在那个杀人如麻的年代，这种人实际上是一种最高级的算计，他在收买人心。郭子兴赏识他，将一女马氏许配给他。这或许是朱元璋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投资。马氏，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不仅仅是一个贤内助，她是朱元璋在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的温情港湾，也是唯一能在他狂怒时拉住缰绳的人。然而亳州城并不太平，郭子兴与其他率领孙德雅等人勾心斗角，内讧不断。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困在这个小小的亳州城里，卷入无休止的内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他的野心不仅仅是做一个草头王。公元1353年，朱元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亳州，另起炉灶。他仅带了徐达、汤和等24名心腹，史称淮西24将，
离开了郭子兴的羽翼，向南进发。这是一次伟大的出征。这24个人日后大都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公侯。他们虽然人数寥寥，但每个人眼里都燃烧着火焰。朱元璋带着这支微型队伍攻下了定远，收编了驴牌寨的民兵，又击降了横剑山的豁鼻子民兵，队伍迅速滚雪球般壮大到2-3万人。正是在定远的山野之间，历史为朱元璋送来了一位决定性的人物——李善长。如果说朱元璋是把锋利的刀，那么李善长就是那个教他如何收刀入鞘的人。李善长的加入，标志着朱元璋集团完成了从草莽流寇向政治集团的基因突变。当朱元璋急切地叩问天下何时能定，李善长没有谈兵法，而是搬出了汉高祖刘邦的典故：知人善任，不是杀人，5年可成帝业。这一番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朱元璋混沌的意识。他猛然醒悟，要想从一群强盗中脱颖而出，最终问鼎中原，不能仅凭手中的刀剑，更要靠心中的道。悟道之后的朱元璋迅速将这种王道思想转化为了严酷的军纪。他明白，要想跨过那道天堑长江，首先要跨过的是自己这支队伍内心的贪婪与暴力。于是在出征之前，一道道死命令被压了下去。当朱元璋率部攻克采石矶，兵锋直指吉庆、今南京。在这场决定性的渡江战役中，由于贯彻了不是杀的战略，这支军队表现出了与当时所有红巾军截然不同的气质。当他们踏上江南那片繁华绮丽的土地时，原本瑟瑟发抖准备迎接喜捷的百姓惊恐而又惊喜地发现，这群传说中的贼竟然军纪森严，秋毫无犯。攻占吉庆后，朱元璋将其改名为应天府，顺应天命。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言。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讨饭的和尚，也不再是郭子兴的部将，他是占据长江天险、拥兵10万的一方诸侯。但危机才刚刚开始。如果摊开当时的地图，我们会发现朱元璋的处境岌岌可危。他的东面是私盐贩子出身、富甲天下的张士诚，西面是渔民出身、凶悍无比的陈友谅，南面是元朝的残余势力方国珍，北面则是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刘福通在与元军主力死磕。朱元璋被夹在中间，四面受敌，这是一个死局，也是一个棋局。在应天府的府衙里，朱元璋召见了一位隐居的老儒朱生，他虚心地请教破局之策。朱生缓缓吐出了那9个字，那9个字将成为朱元璋贯穿后半生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每一个字都重千钧：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刻，历史的镜头拉远，在应天府高高的城墙下，朱元璋负手而立，他的眼神深邃而冰冷，曾经的饥饿感此刻转化为对权力的无限渴望。他知道，真正的修罗场才刚刚开启。陈友谅的巨舰已经遮蔽了江面，张士诚的粮仓已经堆积如山，而那个遥远大都里的元顺帝还在做着中兴的美梦。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危澜之间。那个乞丐朱重八已经死去了，此刻站立在天地间的是即将用铁血重铸中华秩序的朱元璋。他将用接下来10几年的时间，证明谁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历史的时针拨向公元1360年。这一年，朱元璋最大的噩梦陈友谅弑君称帝，建立了大汉政权。陈友谅这个渔民的儿子是朱元璋的一面黑镜，他们有着相似的卑微出身，
有着同样的野心勃勃，但性格却截然相反。朱元璋如狼，隐忍多疑，成群结队；陈友谅如虎，暴戾急躁，独断专行。陈友谅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拥兵60万，战船如云，其实力是朱元璋的数倍。在他的眼里，盘踞在金陵的朱元璋不过是一块随时可以吞下的肥肉。决战的阴云首先在龙湾笼罩，陈友谅率领无敌舰队顺流而下，直扑金陵。此时的应天府内乱作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逃跑。只有2个人保持着绝对的冷静，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刘基、刘伯温。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刘基手中的折扇轻轻一点，戳中了陈友谅性格中最致命的死穴——骄狂。面对兵力悬殊的危局，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唯有将这头深水中的巨兽引诱到他施展不开手脚的浅滩死地，方有一线生机。2人在灯火摇曳的营帐中目光交汇，瞬间达成了一种拿身家性命做赌注的默契。既然水战打不过，那就攻心；既然实力不如人，那就诱敌。于是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在那个深夜悄然张开。朱元璋利用陈友谅急躁轻敌的弱点，设下了一个经典的反间计。他让部将康茂才写信诈降，引诱陈友谅的舰队进入狭窄的龙湾。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当陈友谅的巨舰挤进龙湾狭窄的水道，却发现约定的接应者踪影全无，正值退潮，巨大的战舰搁浅在淤泥中，动弹不得。早已埋伏好的朱元璋军队万箭齐发，火光冲天。一代枭雄陈友谅狼狈逃窜，丢下了万具尸体。龙湾之战虽然让朱元璋赢得了一丝喘息，但他深知这只是序曲。受伤的老虎会更加疯狂。3年后，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鄱阳湖水战。该战役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水战。陈友谅倾国而出，号称60万大军，驾驶着当时世界上最恐怖的战争机器——楼船。史书记载，这些楼船高达数丈，分3层，船上可以跑马，简直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堡垒。相比之下，朱元璋的20万军队驾驶的白色小船，就像是围着大象乱转的蝼蚁。鄱阳湖的水面被战火煮沸，湖面上汉军的楼船连环相接，如同一道移动的城墙，遮天蔽日。朱元璋站在旗舰的甲板上，脸色苍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决出丝，朱元璋几乎被逼入绝境。他的坐船数次被围，险些被俘。最惊险的一刻，敌将张定边如疯狗般直冲朱元璋的旗舰，若不是常遇春一箭射中张定边，大明的历史恐怕要在那一刻戛然而止。那是令人绝望的3天。朱元璋的军队伤亡惨重，小船在巨舰的冲撞下支离破碎，湖水被鲜血染成了酱紫色，残肢断臂随着波浪起伏。恐惧在军中蔓延，甚至有人开始动摇。但朱元璋没有退路，因为他身后就是悬崖。转机出现在风向改变的那一刻，这仿佛是赤壁之战的幽灵在鄱阳湖上空徘徊。下午，东北风骤起，朱元璋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天命。7条装满火药和芦苇的敢死船，趁着风势，如7条火龙般冲向陈友谅那铁索连环的庞大舰队。刹那间，烈焰腾空，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型楼船瞬间变成了巨大的火葬场。
陈友谅引以为傲的连环船战术成了他的催命符，士兵们浑身着火，惨叫着跳入湖中，焦臭味闻于百里。火焰映红了半个天空，也映红了朱元璋那双布满血丝却狂喜的眼睛。他看着那熊熊烈火，仿佛看到了通往皇座的红地毯。陈友谅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枭雄在突围时探出头来观察形势，被一支冷箭贯穿头颅，当场毙命。这支箭也许是流矢，也许是宿命。它结束了一个时代，也为一个新王朝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朱元璋胜了，胜在人和，胜在天命，更胜在他那颗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心脏。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东面那个富庶却软弱的对手张士诚。如果说打陈友谅是生死搏杀，那么打张士诚就是水磨功夫。张士诚占据着江南最富庶的苏杭之地，但他是一个没有帝王之治的私盐贩子，只想守着金银财宝过日子。朱元璋采取了剥洋葱的战术，先剪除张士诚的羽翼，最后将他困在平江。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围城战，长达10个月的围困，让这座人间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城内粮尽，在此期间，那个曾经在亳州城门外瑟瑟发抖的朱重八，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政治家。他不再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等待着对手的崩溃。最终，平江城破，张士诚自缢身亡。至此，长江流域尽归朱元璋所有。南方的群雄逐鹿，最终只剩下了这一个胜利者。终于，时间来到公元1368年正月初4，应天府紫金山下的风依然带着凛冽的寒意，但对于这座刚刚被定为国都的城市，乃至整个满目疮痍的南方大地而言，这却是寒冬尽头的第一缕春光。在南郊新建的圆丘坛上，41岁的朱元璋涉级而上。他身穿象征天命的滚龙袍，头戴九流冕，在数万将士的注视下，在缭绕升腾的檀香烟雾中缓缓跪下。这一跪重于千钧。当他再次站起身时，那个淮河岸边的放牛娃朱重八死去了，那个在黄觉寺撞钟的游僧消失了，那个在亳州城里唯唯诺诺的郭家女婿也成为了过去。伫立在苍穹之下的是大明帝国的开国君主洪武大帝，他定国号为大明。这2个字不仅暗合了民间明王出世的宗教谶语，更被赋予了儒家正统的宏大诗意。大明者，如日月经天，驱散蒙元100年的星山与黑暗，重塑华夏的朗朗乾坤。然而，新皇的目光并没有在南京金粉繁华的温柔乡里停留片刻，而是越过滚滚长江，死死锁定了北方的天际线。那里，元朝廷虽然已是风中残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王保保的铁骑依然在西北游荡。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从南方起兵并成功统一北方的先例，地理与骑兵的劣势像一道看不见的魔咒，困死了无数英雄。为了打破这千古魔咒，朱元璋不仅仅动用了刀枪，更祭出了诛心的利刃。他向北方发布了那篇由名如宋濂起草，足以震烁古今的狱中元檄。檄文中那16个字，如滚滚春雷，炸响在中原大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这不仅仅是战争动员，这是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彻底剥夺，更是对北方汉人精英阶层的深情召唤。紧接着，伟大的北伐开始了。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完美风暴。
朱元璋没有像以往的失败者那样急躁地指导大都，而是制定了先取山东，撤其平壁，悬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护舰的稳健战略。徐达为帅，不动如山；常遇春为先锋，侵略如火。25万大明铁骑沿着运河一路向北，旌旗蔽空，刀光如血。北方的百姓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不再是滥杀无辜的红巾军流寇，而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王师。所过之处，城门洞开，百姓单似湖江以迎。这一年的8月，大明军队兵临大都城下。面对这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元顺帝在深夜打开了建德门。他最后看了一眼这座由忽必烈建立的巍峨皇城，在绝望中带着残部仓皇逃回了茫茫蒙古草原。公元1368年闰7月，徐达的大军踏入大都齐化门。这一刻具有极强的、令人战栗的象征意义。丢失了400多年的燕云16州回到了汉人手中，沦陷了近100年的中原大地重新恢复了华夏衣冠。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向北完成的武力统一。那个曾经低如尘埃的乞丐，用他的意志和铁血逆转了地缘政治的引力，将乾坤彻底倒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然而登上帝位的朱元璋脸上并没有太多的笑容。坐在奉天殿上的朱元璋很快就意识到，打天下和做天下完全是两套逻辑。治理这个刚刚从战火中重生的庞大帝国，朱元璋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勤奋和严苛。他仿佛要把自己过去40年受的苦，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后世子孙永远免除。他痛恨贪官，因为他的父母就是死于吏治腐败下的饥荒。于是历史上最严酷的反腐风暴降临了。包皮食草这4个字成为了洪武年间所有官员的噩梦。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斩首示众，并包皮填草，挂在官府大堂的皮场庙里，让继任者天天看着前任的人皮办公。这种带着血腥味的恐怖政治让整个大明官场噤若寒蝉。他甚至鼓励百姓把贪官直接绑送京城，任何敢阻拦者杀无赦。这种越过官僚体系直接与底层民众对话的方式，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一个皇帝居然煽动百姓去对抗自己的官僚集团。而真正让朱元璋感到如芒在背的，是延续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相权与皇权的博弈在洪武年间达到了临界点。此时的丞相胡惟庸正是淮西勋贵集团的代言人。胡惟庸精明能干，却也飞扬跋扈，他把持朝政，甚至鸦口奏章，自行其事。在朱元璋看来，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僭越，这是制度性的威胁。只要丞相这个位置还在，皇权就永远要被分走一半。公元1380年，积蓄已久的雷霆终于炸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胡惟庸案。关于此案的起因，史书中有云旗告变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真相其实无需那些戏剧性的修饰，这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清洗。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并夷其3族。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宫廷政变。但朱元璋要的不仅仅是胡惟庸的人头，他要的是把丞相这2个字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抹去。杀戮开始了。这场清洗持续了整整10年，像是一种慢性的政治瘟疫。胡惟庸的党羽、朋友、连带关系的官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每天都有人被抓进锦衣卫的诏狱，每天都有人头落地。最终受到株连被杀者超过3万人。通过这3万颗人头，朱元璋废除了传承自秦汉的丞相制度，6部直接向皇帝负责。从此，大明帝国不再有宰相，皇帝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权力的金字塔尖上只剩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人。他不仅是帝王，更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超级经理人，每天要批阅数百份奏章，处理成千上万件国事。就在他用铁血手段筑起权力的铜墙铁壁，以为可以御万物于宫墙之外时，命运却绕过了所有的防线，在他心头最柔软也最没有设防的地方狠狠捅了一刀。公元1382年农历8月，金陵城的秋风未起，大明宫却已是一片肃杀。马皇后病逝，这是朱元璋一生中最为至暗的时刻，比当年父母饿死时更令他绝望。在灵柩前，这位拥有4海的帝王恍惚间觉得眼前金碧辉煌的宫殿都坍塌了，时光倒流回了那段朝不保夕的岁月。他不会忘记那个在战乱溃败中背着受重伤的他狂奔逃命的女人，那个在被困绝境时将刚出炉的热饼藏在怀里偷偷带给他吃，哪怕烫烂了胸口肌肤也一声不吭的女人。她是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一个爱朱重八胜过爱皇帝的人。她是他的发妻，是他的萧何，更是他那把沾满鲜血的屠刀唯一的刀鞘。马皇后的离去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妻子，更是意味着朱元璋与人性世界的最后一丝温情纽带被彻底崩断。在葬礼上，55岁的朱元璋哭得撕心裂肺，甚至在大臣面前失态得像个无助的孤儿。他当众立誓，从此不再立后，因为这世间再无人配得上站在他身边。随着马皇后的入土，那个尚存一丝温热的朱重八也随之死去了，留在龙椅上的只剩下一个绝对理智、绝对冷酷的政治符号——洪武。马氏在，猛虎上有链，苍生上有幸。马氏亡，猛虎出囚笼，从此天地变色，再无忌惮。那些原本或许能活下来的功臣宿将，在这一刻其实已被命运悄然画上了红叉。史书上能明显感觉到1382年之后的朱元璋性格变得更加阴鸷、暴力和不可理喻。由于失去了马皇后的劝谏，他的屠刀挥舞得更加频繁。其中更深的悲剧在于他与太子朱标的关系。朱标是朱元璋精心培养的继承人，也是他和马皇后的长子。朱元璋把自己最残暴的一面留给了世界，却想把最仁慈的一面留给儿子。他希望朱标做一个人君，守住这份家业。然而性格宽厚的朱标无法理解父亲的弑杀。有一次，朱标劝谏父亲杀戮太重，有伤天和。朱元璋没有说话，而是让人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扔在地上，让朱标去捡。朱标面露难色，不敢伸手。朱元璋冷冷地说道：“你怕刺手吗？我是在为你拔掉这些刺，好让你将来能安安稳稳地握住这根权杖。”这个著名的击杖之喻道尽了朱元璋的帝王心术，也道尽了这对父子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朱元璋以为他在为儿子铺路，却不知道这种血淋淋的铺路方式让生性人弱的朱标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此时的朱元璋坐在金陵的皇宫里，四周是高耸的宫墙，他手里紧紧攥着那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脚下是数万人的尸骨。他环顾四周，昔日的老兄弟要么被杀，要么老死，最爱的妻子已经长眠地下，
最寄予厚望的儿子与他渐行渐远。他赢得了天下，却输掉了生活。夜深人静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是否会梦回那个在黄觉寺撞钟的少年？那时的钟声清脆悠扬，没有血腥味，只有无尽的空灵。而现在陪伴他的只有御案上那盏摇曳的孤灯和窗外锦衣卫巡逻时冰冷的脚步声。大明帝国的根基已经打下，但更加血腥的风暴还在酝酿。因为他最担心的事情，继承人问题，即将随着命运的再一次捉弄，演变成一场更大的悲剧。公元1392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命运的转折点，其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任何一场战争。这一年，朱元璋最引以为傲的作品，帝国最完美的继承人太子朱标，在视察陕西归来后一病不起。朱标是朱元璋一生暴戾性格中唯一的解药，他宽厚仁爱，温文尔雅，在朝臣中威望极高。朱元璋杀人，朱标救人；朱元璋失火，朱标试水。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这辈子把坏事做绝，把刺拔光，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够在一个平稳的世道里做一个仁慈的守成之君。然而天不遂人愿，4月朱标病逝。这一击彻底击碎了65岁的朱元璋。10载，朱元璋痛哭不已，那个曾经在死人堆里爬出来都不曾眨眼的铁汉，此时此刻只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可怜父亲。太子的死不仅仅是家庭悲剧，更引发了帝国顶层社稷的崩塌。继承人的位置空了出来，摆在朱元璋面前的有2个选择：一是立其他的儿子，比如战功赫赫，性格最像自己的4子朱棣；二是立朱标的儿子，年仅15岁的皇长孙朱允炆。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后，朱元璋做出了那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立朱允炆为皇太孙。这个决定充满了情感的非理性，源于他对长子朱标无限的爱与愧疚，他要把这份爱补偿给孙子。但他似乎忘记了，朱允炆性格温柔，甚至比他父亲还要软弱。让一个读圣贤书长大的绵羊去统御一群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骄兵悍将，无异于送羊入虎口。当朱元璋看着那群依然掌握兵权、飞扬跋扈的开国公侯蓝玉、傅有德、冯胜时，他那浑浊的眼球里再次泛起了杀机。当年的急仗之欲再次浮上心头。这一次，为了给更加孱弱的孙子拔刺，他必须把整根荆棘全部折断。于是洪武26年，蓝玉案爆发。蓝玉，大明最后的战神，刚刚在捕鱼儿海大捷中彻底击溃北元王庭，立下不世之功。他狂妄到了极点，强占民田，殴打御史，甚至在朱元璋面前也敢大声喧哗。在朱标活着的时候，蓝玉是太子的铁杆心腹，是未来新君的屏障。但现在太子死了，蓝玉就从屏障变成了巨大的威胁。屠杀开始了，这不再是政治清洗，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军事剪除。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剥皮食草，但这仅仅是开始。他列出了一张长长的死亡名单，这张名单上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还能打仗的顶尖将领。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南京城的法场上鲜血流成了河。曾经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一公、13侯、2伯被连根拔起，受牵连被杀者在15000人以上。傅有德，那个曾7战7捷的猛将，在被朱元璋逼迫时，当场拔剑自刎，并扔下2个儿子的头颅。冯胜，那个曾在辽东降服20万大军的统帅，仅仅因为无罪受赐死而莫名殒命。到了最后，
当你翻开大明的将帅录，会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除了早已病死的徐达、常遇春，以及老迈且谨慎的汤和，大明朝的开国功臣集团几乎被朱元璋凭一己之力杀了个干干净净。他像一个疯狂的园丁，因为担心杂草会缠绕幼苗，竟然把所有的参天大树都砍光了。他以为这样，孙子就能在空旷的土地上安全成长。殊不知，当风暴来临时，再也没有大树能为幼苗遮风挡雨。在胡惟庸案中杀光了文臣，在蓝玉案中杀光了武将后，朱元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也陷入了绝对的死寂。晚年的朱元璋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制度建设的狂热中，他不再信任任何人，他只信任规则。他亲自编写了《皇明祖训》，这是一部涵盖了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操作手册。在这部祖训里，他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后世子孙的一言一行，从皇帝如何上朝到藩王如何出行，甚至连宫廷里要用什么样的砖，他都做了规定。他严厉禁止宦官干政，并在宫门立了一块3尺高的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者斩。他幻想着，只要后世子孙严格按照这本说明书去操作，大明这台机器就能万事运转，永不故障。他试图用自己一个人的智慧去穷尽未来几百年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这是一种极度的自负，也是一种极度的悲哀。公元1398年，洪武31年，71岁的朱元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位掌控了中国31年的老人躺在病榻上，形容枯槁。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气吞万里的洪武大帝，而是一个满怀忧虑的老人。他担心的太多了，北方的边防怎么办？孙子能不能镇住场子？分封在各地的儿子们会不会造反？在弥留之际，他下了一道遗诏，命令各地藩王都要待在封地，不得回京奔丧。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尤其是那个在北平厉兵秣马的老四朱棣。他害怕儿子们借奔丧之名，像狼群一样撕碎他脆弱的孙子。闰5月初时，朱元璋在西宫驾崩。他从尘埃中走来，在战火中淬炼，在鲜血中登顶，最终在孤独中离去。他留下了一个疆域辽阔、户口殷实的大帝国，也留下了无数制度的枷锁和血腥的记忆。就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紫禁城的上空似乎传来了一声叹息。他以为他算尽了天机，安排好了一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在他死后4年，他最防备的第4子朱棣就将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破南京的金川门，将他最心爱的孙子赶下了皇位，也将他亲手制定的许多规则踏得粉碎。历史在这里跟这位精明了一辈子的老人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但这残酷的玩笑恰恰是他一生逻辑的终极反讽。他穷尽毕生精力去打造一个如铁桶般的帝国，试图锁住时间，锁住变数，甚至锁住人心。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那颗强悍的心脏从未真正安宁过。他越是想控制一切，越是暴露了他灵魂深处那个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洞。如果我们拨开洪武大帝那层金光闪闪的龙袍，里面蜷缩着的依然是那个在灾荒年中瑟瑟发抖的孤儿朱重八。这种深入骨髓的饥饿记忆成为了大明帝国制度设计的原点。他一生的所有政策几乎都是为了对抗那种无序的动荡。他像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大家长，试图把整个帝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静止不动的超级村庄。为了维持这个村庄的稳定，
他设计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黄册与李甲制。他把所有人都钉死在土地上，农民世代种地，军户世代当兵，工匠世代做工，没有路引，寸步难行，邻里之间相互监督。这种近乎窒息的静态管理，确实在短期内恢复了农业生产，让饱经战乱的中华大地迅速回血，但它也扼杀了社会的流动性与活力。宋元时期那种繁荣的商业气息、自由的市民文化，在洪武年间戛然而止。朱元璋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和农场，这里只需要服从命令的士兵和辛勤劳作的农夫，不需要思想者，也不需要冒险家。这种控制欲在精神领域表现得尤为露骨。他制定了八股取士，这或许是他对中华文明造成的最大内伤。他框定了读书人的思考范围，只能待圣人立言，格式必须工整对仗。这一招极其阴毒，他把天下最聪明的大脑全部禁锢在几本经书和死板的格式里，让他们没有精力去思考造反，也没有能力去探索新知。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士大夫变成了高级奴才。那个曾经拥有独立人格、敢于为天地立心的士人阶层，在朱元璋的屠刀和八股文的双重阉割下，逐渐脊梁弯曲，奴性入骨。而在政治制度上，废除丞相是他留给后世最危险的遗产。朱元璋自信地认为，只有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才是安全的。他取消了拥有千年传统的宰相制度，让皇帝直接对接六部。这意味着皇帝必须是超人，必须拥有无穷的精力和智慧。朱元璋自己是超人，他是劳模，他可以每天批阅几百件奏章，但他忘了，他的子孙大多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凡人，甚至是废物。当后世的皇帝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工作量时，权力必然外移。于是，拥有批红权的太监登上了历史舞台。朱元璋立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最终成了最大的笑话。大明一朝，宦官之祸列于汉唐，这正是朱元璋集权过度的必然反噬。他想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结果却制造出了更可怕的皇权寄生虫。但当我们跳出制度的批判，重新审视朱元璋这个人时，又不得不为他的复杂性而叹息。他是一个暴君，这点毋庸置疑，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帝王中，只有他是真正了解底层疾苦的。他痛恨贪官污吏，是因为他见过父母是如何在贪官的盘剥下饿死的。他制定严酷的大诰，鼓励百姓把贪官绑送京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粹举动，虽然在操作层面引发了混乱，但其初心却是为了保护那个他曾经所属的弱势群体。他对百姓的仁和对官僚的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一生都在试图通过杀戮来建立一个清廉、公正的乌托邦。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法治，只迷信暴力。他以为剥皮食草就能下注贪欲，以为杀光功臣就能保住江山。他不知道，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监督的体系里，腐败是权力的半生品，是杀不完的。朱元璋的悲剧是农耕文明在走向黄昏时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他用尽全力，试图将时光倒流，回到男耕女织、鸡犬之声相闻的上古时代，却不知不觉开启了中国皇权专制的基业。1644年，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时，大明王朝走到了终点。讽刺的是，
推翻大明的李自成也是一个来自底层的一族，也是因为活不下去才造反。历史仿佛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轮回。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会发现清城明制。清朝不仅继承了大明的疆土，更完美继承了朱元璋设计的这套集权制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朱元璋的阴影笼罩了中国长达500多年，直到1911年的枪声响起。故事的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1344年的那个夜晚。那个饥肠辘辘的少年朱重八，在黄觉寺的如豆灯火下，看着佛祖慈悲却冷漠的面容。他那时一定想不到，自己日后会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主宰，会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他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攀登，只为了逃离饥饿和贫贱。他成功了，他也失败了。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却也打造了一座巨大的囚笼。他成为了万万人之上的神，却最终变成了孤家寡人的鬼。在南京明孝陵的深处，在那块巨大的智龙唐宋的石碑后，朱元璋似乎依然坐在黑暗中，用他那双多疑、锐利又带着几分悲悯的眼睛，注视着这片他深爱却又被他深深伤害过的土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帝王的霸业，也碾碎了百姓的枯骨，只留下一声长长的、苍凉的叹息，回荡在长江的波涛之中。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